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呢，不管你以后是来新加坡旅游也好，留学也好，你出门都不是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ndice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来聊一下，不管你是来旅行还是来留学，在来新加坡之前一定要知道的几件事情哦。不过今天的内容的话，主要是跟交通有关。新加坡的巴士跟地铁，跟在中国坐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一样。今天就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分享给大家。我们先来说一下巴士吧。巴士的话，首先第一点是你上车跟下车的时候都要刷那个公交卡。在中国的话，我们一般就是上车的时候刷一下，然后下车的时候就不用刷了嘛。可是，在新加坡不一样，你上车的时候要刷一下，你下车的时候还要再刷一下。你如果忘记的话，它好像就是扣从第一站到最后一站的价格。虽然说如果你忘记刷卡了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，可是就多掏几块钱咯。那第二点的话呢，就是它公交车不是每一站都停。像在中国的话，它一般是每一站都会停靠一下嘛，因为它不知道有没有人要上车啊、下车啊这种情况。可是，在新加坡的话，你下车的话一定要按它的那个按钮。它公交车上会有那种按钮，虽然在国内我也见到过有那种按钮，可是国内的按钮好像只是摆设。我当时有一次放假回国嘛，我已经习惯了在这边就是下车的时候要按那个按钮，所以我回国的时候坐公交，然后我也按那个按钮，可是我按了之后没有声音，什么都没发生。然后我当时在想，哎，这按钮是坏了吗？可是我再按的时候发现那个按钮是完全按不下去的，只是个装饰而已。可能其他的地方会有不一样啦，可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正式使用了，然后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如果你在的地方已经开始使用的话，记得留言告诉我哟。所以在新加坡，你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按那个按钮。如果那一站你又没有按那个按钮，然后又没有人要上车的话，司机在那一站的话就不会停了。我刚来的时候就因为不知道这个东西，然后而且也不习惯，就每次下车要按那个按钮，有几次我就直接坐过站了。然后我当时噩梦。第三点就是它的公交站的站牌会显示的不太一样。它这边站牌上面一般显示的都是 block 多少多少多少 block 多少号，就是它那个街道的名字啊，或者是它那个楼的名字。因为我也不是很熟悉它那一些路都叫什么名字啊，我也记不下来它每条路叫什么名字，因为我真的是很路痴，好吗？所以呢，我每次坐公交我都要打开 Google Map， 然后我要看着啊，我要坐多少站，我要坐多少站，然后那样子查着然后坐，然后看着那个路线啊，走到哪里了，现在公交走到哪里了，然后我是不是准备要按那个按钮了，我是不是要准备下车了？对，一定要这样 check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在新加坡坐公交。第四点，这个真的是我当时来新加坡之后一直拒绝坐公交车的原因，因为它不会给你报站，它不报站，这让没有来过新加坡的人怎么坐公交车呢？是让我们不要坐公交车吗？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到 Google Map 这个神奇的东西。我刚来的那个时候，基本上我是能坐地铁，我就不会坐公交。就算我要走到地铁站的那个路程比我走到公交站的路程要远，我也是绝对坐地铁，不会坐公交，因为我真的很怕我坐过站，而且它又不报站名，我也不清楚它开到哪一站了。除非我是看着我的 Google Map， 然后一直跟着它那个步骤走的话，我就会坐公交车。要不然的话，我是不会坐公交车的。可是你们就不一样了，我现在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就有准备了。有准备了之后，你们就可以坐公交车啦。公交说完了，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地铁。地铁其实，每个地方都一样，就是你要买地铁卡，一个临时的地铁卡，然后呢就去坐地铁。可是
新加坡的一次性地铁卡哦，它不止一次性，不像有些地方它地铁卡就给一个那种圆圆的小的那个，你可以跟投币一样投进去的嘛，那个就真的是一次性的，你不可以循环利用的。可是新加坡它会给你一张跟卡一样的纸的卡片，虽然它是一次性的，可是你可以多次使用，你可以重新 top up， 就是充值，它能感应到你那张纸的卡，不用再让它重新买票，你直接充钱，然后去到你要坐的站就 OK 啊。我觉得这个很方便，真的。可是你买票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不方便的，就是它机器没有找钱的功能。就可能我现在身上只有50块，可是我只想充10块到我的卡里面，那你就要去别的地方去换钱，然后再重新拿10块钱充进去，因为它的机器没有办法给你找钱，要不然你就只能用卡支付。这个真的是我亲身经历，就是我刚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它那个机器不会找钱啊，我就放了50块进去，可是我真正想充的只是10块钱而已，然后我就把50块钱放进去，然后我就发现就直接给我充了50。唉，不过经过那一次之后，我不会再犯了。现在我把这一点也分享给你们了，你们绝对 OK 的。知道了这些之后呢，不管你是来新加坡旅游也好，留学也好，你出门都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想要了解内容的话，记得留言给我哟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